这几天呢，很多观众给我留言，问泡泡玛特到底算不算是一种投资品？这种商品有投资价值吗？今天呢，我们一口气讲清楚3个关键问题。第一，泡泡玛特的盲盒本质是什么？第二，它是否具备投资品的3大核心条件？第三，投资它是机会还是陷阱？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，泡泡玛特的盲盒到底是什么？泡泡玛特呢是一家主打潮玩盲盒的公司，核心产品是形象 Q 萌、设计独特的小玩偶。它之所以能爆红，最早呢就是靠盲盒模式，也就是说，你买的时候啊，不知道自己会抽到哪一个。这跟买彩票有点像，也有点像炒股。那你买下的是不确定的未来。它的受众是谁呀？主要在国内是90后和00后，女性用户占了70%以上，平均客单价呢在50到100块钱之间。但是真正的稀缺款，比如说限定款、联名款，可以被炒到上千元甚至几万块。泡泡玛特的一款初代拉布布被拍出了108万的高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泡泡玛特到底算不算投资品呢？我们用投资品的3个标准来判断一下啊。第一个标准是稀缺性，泡泡玛特确实满足，它限量，还抽签儿，会员制发售，特定门店专属，都会制造稀缺性。第二个标准呢是流动性，这点呢勉强可以，因为泡泡玛特有自己的2级市场，还有很多二手交易平台可以交易，但是整体成交规模相对还是非常小众，和传统的房子、股票、黄金这些市场都差得很远。第3个标准，估值逻辑，这个是硬伤。股票有净利润有 PE， 黄金有美元利率美债波动，房产有租售比地段逻辑，但泡泡玛特靠的是什么在涨价呢？是靠炒作、情绪、稀缺款变现以及社交认同感。说白了，还是一个共识泡沫，只要没人接盘了，价格就会掉头下跌。泡泡玛特还能再涨价吗？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当代的时代背景啊。现在的中国经济有明显的类通缩特征，物价温和甚至下跌，房产承压，工资增长缓慢，大家消费谨慎。但与此同时呢，有些日用品价格还在涨，成本端压力仍然在，也有类滞胀的影子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通常建议大家少碰情绪类、共识类的高估值资产。因为第一，大家都在收紧开支，愿意为娃娃接盘的人在减少。第二，盲盒市场极度依赖情绪，情绪一旦转向，价格很快就会崩盘。第三，它的炒作属性太高了，监管难度很大，不确定性更强。更关键的，泡泡玛特不是可再生现金流的资产，它不会给你带来利息、分红或者是租金，它只能靠转手套利，而这样的品类是很容易泡沫破裂的。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在投资泡泡玛特？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啊，其实炒泡泡玛特的人未必是投资人，而是信仰者。就好像有些人炒鞋，有些人呢买名牌包、手办、NFT，他们要的也不是升值，而是参与感和认同感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越是消费降级，越是有人在通过消费升级的方式来抵抗自己生活的无力感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叫情绪性的购买，不是投资决策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喜欢泡泡玛特，但最好别把它当做资产配置。最后呢，我说点实用的建议啊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泡泡玛特，那建议你呢，第一，控制预算，把它当做一种娱乐、一种爱好的方式，给自己啊设一个门槛，比如说每年花费不超过500块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你的资产安全。第二呢，不参与炒作，拒绝追高，拒绝抢购，也不要参与群体性的疯抢。第三呢，不把它当成理财替代品，泡泡玛特不能替代现金、债券、股票这些传统的理财工具。第四呢，家有孩子的父母，请警惕盲盒形成的非理性价值观，及时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财富观。那我们该投资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关心自己的资产保值，还是那几个关键词啊：第一，有正常的现金流；第二，有估值锚；第三，有基本面；第四呢，有监管合规。而不是依靠下一个买家来给你抬轿子。最后我想说，泡泡玛特很会做品牌，很擅长制造情绪，也很懂得年轻人的审美，但这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可以变成你的理财工具。在结构性通缩的时代，最重要的是理性，而不是跟风。希望这期节目呢，能够帮你看懂盲盒泡沫的背后逻辑。我是素，我们下期见。